大家好，我是小慧，欢迎您来到我的频道，也非常感谢您百忙之中收看我的视频。今天给大家分享的内容是血压高的人不能吃柑橘，提醒血压高的人尽量要少碰这4种食物。张先生今年58岁，多年来一直患有高血压，而且1年前由于血压持续处于高值，导致肾功能出现损害，经过住院治疗后才得以恢复。之后他每天都要口服卡波妥尼和罗内兹药物，给上一次出院时医生嘱咐他要少吃油腻的食物，多吃蔬菜水果。张先生酷爱食用柑橘类水果，听了医生的嘱咐后便吃得更加多了。然而3天前，张先生开始感觉到身体疲乏，食欲明显的减退，还伴有恶心、呕吐和心悸等的症状。他的家人非常的担心，觉得他的脸色变得苍白无力，于是决定将他送往医院进行进一步的检查和治疗。在医院里，张先生接受了一系列的检查，生命体征显示他的血压高达160/100毫米汞柱，心率为110次每分钟，呼吸频率为22次每分钟。实验室检查发现他的血红蛋白质为98克每分升，存在轻微贫血。最令人担心的是，电解质测定显示张先生的血钾值高达 5.8 毫摩每升，超出了正常范围。钠氯和钙等电解质的值虽然都暂时正常，但是高钾血症已经引起他的心血管系统问题。心电图显示他的心跳节律不规则，和超声心动图结果看到左心室壁有明显的增厚，但整体的心脏功能还是正常的。根据以上的检查结果，张先生被诊断为高血压高钾血症，引发了相应的心血管问题。询问病史后，医生认为这是由于张先生长期口服罗内酯以及大量的摄入柑橘类水果而导致的，前者具有除钾作用，而后者属于高钾食物，钾离子排不出去，而且摄入增加，便导致了张先生现在的情况。在接下来的治疗中，医生给予张先生静脉补液以及稀释血液中的过高的钾离子浓度，通过静脉注射药物来缓解心血管问题，并暂时的停止和更改降压药物的种类。此外，他还需要注意饮食，避免摄入高钾食物，尤其是柑橘类水果，同时密切地监测他的病情，以防并发症的发生。通过及时的检查和治疗，张先生的健康状况逐渐得到了改善。他深刻地认识到自己在饮食和药物治疗方面需要更加的注意，以避免再次发生类似的情况。医生也建议他定期的进行血液检查和体检，以确保血压和电解质水平的正常。高血压影响着全球数亿人的健康，它通常分为原发性高血压和继发性高血压2种类型，其中原发性高血压最为常见。除了药物治疗外，高血压的患者还需要尤其是注意饮食的摄入。大家都知道该疾病需要既油腻既高盐，对于蔬果便有些拿捏不准了。是如张先生酷爱使用的柑橘，血压高的病人可以放心吃吗？血压高的人不能吃柑橘吗？事实上，高血压患者完全可以吃柑橘类水果。高血压人群应该遵循低钠高钾的饮食原则，钾离子的摄入是有利于血压的控制，而柑橘类水果如橙子、柚子等恰恰是富含钾离子的健康食品，但是这是有前提条件的，能吃不意味着可以过量，而且如果正在服用保钾利尿的药物，如罗内兹，或者是肾脏功能出现问题，更应该的要控制此类水果的摄入，否则一方面药物在除钾，食物在补钾，便易引发高钾血症，严重者会危及生命。排除药物和身体原因，柑橘对高血压患者是有多种好处的。首先，柑橘是一种富含维生素 C 的水果，具有抗氧化的作用，可以帮助减轻血管内氧化压力，从而改善血管弹性和血流动力学。此外，维生素 C 还有助于促进一氧化氮的产生。一氧化氮是一种重要的血管扩张因子，可以帮助放松血管，降低血压。其次，
柑橘还富含膳食纤维，有助于减少胆固醇的吸收，降低血液中胆固醇的水平，从而减少动脉堵塞的风险。此外，膳食纤维还有助于延缓血糖的上升速度，使血糖维持在稳定的范围内。这对于高血压患者来说也是非常重要的。柑橘还是一种低热量和低脂肪的水果，可以帮助减轻体重，从而降低血压升高的风险。总的来说，柑橘是一种富含营养、有益于降低血压的水果，适宜高血压患者食用，但不可过量。尤其是正在服用含保钾作用的药物，或者肾功能异常的高血压患者，最好要减少柑橘等高钾食物的摄入。除开个体特异情况，水果的足量摄入对于控制血压以及其并发症来说是非常重要的。2010年至2012年的一项相关的研究显示，较低的水果摄入量与心血管代谢性的疾病死亡有关。但是患者们在选择水果时也不能盲目，部分水果会与某些的降压药物发生反应，从而导致不良的后果。2. 降压药物不能和什么水果一起吃。柚子被认为是一种十分健康的水果，含有丰富的维生素和抗氧化剂，而且它同柑橘一样也属于高钾低钠水果，按理来说应该是适宜高血压患者食用的。但是该水果与一些药物可能会产生负面的相互作用，如地平类降压药物。柚子中含有一种称为柚皮苷的化合物，它在人体内可以抑制一种酶称为细胞色素 P450， 这种酶在肝脏中参与药物代谢过程。如果在药物服用的同时摄入柚子或者是衍生产品，那么促进药物代谢的相关酶的活性便会受到柚皮苷的抑制，药物代谢速度会变慢，导致药物在体内的浓度增加，可能会引起药物的过度作用或者是其他不良的反应。不止地平类降压药物，该水果还会与他汀类药物发生作用，从而引发一系列不良反应。因此在服用这两种药物的前后2个小时内，最好不要摄入这种水果或者是果汁。饮食和药物是高血压患者应该注重的2大重点。药物的种类和剂量是由医生决定，而饮食的控制则需要靠患者自身的努力。除了了解哪些的情况不适宜食用柑橘和柚子外，高血压的患者还应该了解哪些食物会对血压产生负面的影响，并尽量的避免此类的食物，以免病情愈加严重。3. 血压高的人尽量少碰这3类食物。第一种，果脯蜜饯。此类食物是由新鲜水果经过风干等处理后得到的美味零食，深受大众的喜爱。但正因为它的原料是新鲜水果，大部分人群认为其中是一种健康的食物，于是它背后隐藏的危害就被大多数的高血压患者所忽略了。其实此类的食物并不适宜高血压患者经常食用，果脯制作的过程中都会加入大量的糖和盐，这样做才能够更长时间的保存。虽然说很美味，但是这里含有的盐分是大大超出了高血压患者所能承受的。吃果脯很容易会导致高血压患者的血压变得越来越高，并且还会增加患上动脉硬化的风险。第二种，浓茶。首先，浓茶中含有较多的咖啡因。咖啡因作为中枢兴奋药，能够兴奋大脑皮层，提高对外界的感应性，有收缩脑血管、刺激肾上腺素分泌，引起血压升高的作用。此外，咖啡因还会导致交感兴奋，导致心率增加的作用。有研究报道，咖啡因摄入后可能会使血压大概上升5至15毫米汞柱左右，而高血压患者已经存在血管狭窄和收缩的问题，饮用浓茶可能会加重这种情况，增加心血管负担。还有一点，该饮品往往会导致患者的神经长时间保持兴奋，也可能会面临失眠的情况，而熬夜、睡眠不佳也是高血压的诱因之一。第三种，泡菜。泡菜可口开胃，但是对于高血压的患者来说并不适合。一方面，泡菜的腌制过程需要添加大量的盐来起到抑菌的作用，因此泡菜中的盐含量也是比较高。而此类疾病的患者需要限制钠盐的量摄入
摄入过多的话会导致患者的病情进一步的恶化。另一方面，泡菜中还可能存在亚硝酸盐，它在消化过程中可能转化为致癌的亚硝胺化合物，增加患上胃癌、食管癌等癌症的风险。对于高血压患者身体各器官可能已经被影响的前提下，更容易的导致疾病的发生。不仅是泡菜，还有熏制肉类以及一些下饭拌酱之类的食物，含盐量比起泡菜来说只高不低，因此也要避免。虽然高血压患者不宜过多的食用泡菜，但并不意味着完全不能吃，可以通过控制食用量，选择低盐泡菜或者是自制泡菜来减少盐和钠的摄入，以避免血压的波动。张先生他按时按量服药，注意蔬果的摄入，没想到疾病还是找上门来了。由此可见，高血压患者们需要注意的细节很多，而且根据个体的情况不同，也会有不同的侧重点。患者们能做到的就是尽可能的从各个的正规渠道了解相关的知识和注意事项，并遵守。最好定时到医院进行复查，有任何的疑惑或者不适，一定要咨询专业的医生的建议，不可盲目从众或者是自行决定。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够最大程度的为自己的健康保驾护航。好了，朋友们，今天所分享的视频内容就到这里了。非常欢迎您到评论区分享您的生活经验，也非常感谢您的支持和鼓励。我们下期见。